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电台。天气热了，夏天来了，有些故事要开始了。我本身对夏天是情有独钟的，四季里最喜欢的就是夏天了。总期待人生中美好的时刻出现在夏天。有人可能觉得夏天太燥热了，我却喜欢夏天的热，喜欢一切疯狂和躁动，伴随着热浪翻滚着闯进我的生活。夏天来到，我的灵魂就会复活。夏天结束，我便要准备冬眠了。在上周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征集，想读一读大家各自对夏天的回忆，什么样的都好。然后我就收到了很多人的留言和私信，真的非常美好。我想用这样一段段回忆的片段开启这个夏天吧。一些关于夏天的初印象。夏天可能是西瓜和汽水的味道，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推着电量不够的小车上坡，住在面朝大海的民宿，夜晚再乘着最后一班已经熄了灯的公交，沉醉在海风里。比如小学的时候，某个夏天的周末，屋子里白色的窗纱帘跟着午后的风和蝉鸣一起，很吵，但也很安静。妈妈在睡午觉，我蹑手蹑脚走向客厅，把电视轻轻打开，放到最小音量，然后慢慢撕开一袋干脆面。我喜欢夏天，却又没那么喜欢，但喜欢又超过了不喜欢。我喜欢夏天可以穿小吊带小短裙，喜欢夏天可以穿辣辣的衣服，喜欢窝在沙发上，开着空调，盖着厚被子，吃着冰西瓜。我永远忘不了高中的夏天，总能和喜欢的人看到好看的天空。小时候，夏天溜到奶奶在炕头为我扇风的蒲扇上。中学，夏天装在爸爸给我和哥哥批发的冰棍里。高中，夏天藏在晚自习后和同学仰望天空的说说群星里。大学，夏天融在天津海河旁与朋友散步时的温柔晚风中。而如今，夏天提醒着我，是期待发高温补贴的一枚小社畜。有的时候，其实夏天也很简单。夏天是周五下班后和爸妈一起去吃顿好吃的，然后一起走回家，吹着夏天的风。小时候的夏天总是会停电，一停电，邻居们就会拿着小板凳下楼坐着吹风聊天，小孩们就在一边玩耍。妈妈们会去街头买芒果冰沙，那时候的芒果冰沙真的好好吃呀，我好怀念那个停电的夏天。夏天是叫个不停的蝉，是熟睡时奶奶轻轻摇的蒲扇，是夜晚乘凉时闪耀的繁星和老人讲述的乡间怪谈，也是曾经啃过的甜甜西瓜和再也回不去的高三。每逢夏日，在考试之前，在班级里学习时，日光照在身上，总会觉得夏天闷热，但是成绩出来的那一刻，又会流出喜悦的泪水。我想，这是伴随着喜悦
与哭泣的夏天。夏天意味着回不去的青春时光，再也没见过的某某某，和那一抹永远荡漾在心头的徐徐晚风，还有漫天的星光。说到夏天，逃不开的话题就是暑假吧，然后就又会想到那永远难忘的校园时光。那关于学生时代的夏天，大家又有什么样的回忆呢？19年我是中考生，今年我是高考生了。夏天对我们学生来说，这2场大考肯定是很重要的。备考有很多辛酸，当然现在也都是难忘的回忆了。中考那年很轻松就考到了理想高中，军训结束那天，我们的教官发了一条纪念的说，上面写道：你们的高中生活才刚刚开始。转眼一看，3年真的好快呀，现在确实挺想逃离学校的，但当日子一天一天临近，看到学校的花又开了，树叶油亮翠绿，就像有人说，没有人永远18，但永远有人18。草木更替一轮又一轮，这次的选手是我们了。今年对于我来说，夏天是逝去的青春，也是要即将开启的旅途。我想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还是会珍惜，克制自己的负面情绪，放松心情，迎接高考，告别自己12年的苦读。每个人都是一部浓缩的文明史，你所回望的高3，那是一个落幕的人类文明的青春。也祝所有中考、高考的同学们，我们一起金榜题名。讨厌夏天的理由很简单，是有赶不走的蚊虫，毒辣的日光，走2步就会流下的汗水。不过还是总有一些专属夏天的记忆的。顶着大太阳在操场上一起奔跑的少年，课后一哄而上的在饮水机前抢水，午间休息热得很难睡得着，轰鸣作响的老旧电风扇总是修不好，醒来后手臂和额头会留下一道又一道压痕。即便有1000个不喜欢的理由，但只要一提到夏天，晚风、海水、少年、白衬衫、青春，这些字眼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跳出来。南方的夏天来得很快，我没有明确的夏天的概念。我想穿上短袖就是入夏了。我回顾过去，在碎片的时间海里，看到的是高3，还没有被疫情困扰的高3。在高3的下学期，我选择了退宿，成为了一名走读生。中午我不会回家，我会在课桌上小憩一会儿。教室里的空调中午是关闭的，风扇也是。现在的我很难想象，那么怕热，却能靠着自己的小风扇和几片冰凉贴入睡。学校小广场上有许多绿油油的青芒果，我们学校的老师说，这些树上结的芒果就是今年学校的本科生数量。学校的老师、同学、工作人员在高考之前都不会来采摘这些芒果，所以夏天是携带着青芒味的风。傍晚我踏上回家的路，校门口有个卖水果的阿姨，3块钱可以在她那里买一小袋水果，一个人吃刚刚好。校门口外还有一家凉水店，我喜欢去他们那里买一杯冰镇莲藕水。
夕阳的光芒也比清晨多了几分暖色，所以夏天是水果里南姜末的味道，是冰镇莲藕水的甜味，是夕阳下我前进的身影。在夏天，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情感。夏天是热烈的季节，也是情感丰盛的季节。在这个季节，我们会想起很多人，很多故事，这就是夏天的伙伴。所以，我们来听听，在夏天，大家都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夏天的感觉，我第一个想到的词是遇见，真的很神奇，总感觉夏天这个季节总是能遇到甜甜的友谊和爱情。特别喜欢在夏天抱着冰西瓜看着窗外，夏天的晚风还真的有一种魔力，能吹散很多不愉快。我和最好的朋友相遇也是在夏天，很喜欢那种温柔贴心的人，更何况在这种美好的季节里。他脾气特别好，会像哥哥一样照顾我，不吃饭的时候会被他揪去强迫吃饭，睡觉或者拿外套的时候他会悄悄关上窗，无理取闹的时候他总是在笑，虽然毫无根据，但是每次我说让他请我吃饭，他都同意。我随口说出的每句话，他都能记得。我飞机晚点，他会去接我。点外卖的时候，我随口说的口味，他会确认很多遍，问我能不能接受。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很合适，可能说多了，连我们都这么以为。我们相互很了解，而他也从不和我吵架，即使我已经准备好吵架了。所以故事的开头是一瓶冰镇汽水，那是夏天的温柔和青涩的我们呢。2019年的夏天，我懵懵懂懂，不确定是否是真的喜欢，只觉得我的同桌那么的优秀，在人群里闪闪发光，学习好，人缘也好，会在我因为数学题抓耳挠腮的时候帮我找到解题思路，会给我带巧克力味的糖果，只是为了给我。每次想到和他的互动，都觉得甜甜的，甚至错以为他也对我有好感。可能吧，我也不清楚。正值毕业季，我不想在心底下留下暗恋的苦涩，在挑同学录的时候，特意给了有你喜欢我吗这个选项的同学录。可惜的是，他并没有勾选，我有点小遗憾，但是仍然庆幸那年夏天能和他成为同桌，一起在上课溜号画井字格，一起在毕业的时候吃西瓜。他是我19年夏天认识的一个男生，是通过他表哥和我表姐打游戏一起认识的。那个夏天刚刚认识，开学之后就来了疫情。疫情那段时光可以说暧昧，但也很快乐吧。虽然我们没见过面，但很难不产生好感。后来我发现，我们好像和其他季节没有缘分，也可能是上学的原因吧。我们总在夏天的暑假的时候聊起天。从这以后，我发现，原来对于一个从未谋面的人，真的可以一直挂念着。19年、20年、21年，每一年的夏天都有它的存在。每次过了夏天，我们会聊得越来越少，但夏天
真的给人带来了美好的回忆，怎么去回想，都是美好的回忆。今年夏天会怎么样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希望夏天带来的美好，永远是进行时，没有完成时。夏天对于还很年轻的我而言，代表着告别。我是个很男孩子气的女生，我的头发在高中阶段从来没有长过耳朵。因为假小子的性格，我和几个男生关系互相都很好。一贯安静自闭的我，很开心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。后来的某一天，我发现我喜欢上了其中一个男生。我不愿意让整个团体关系变得复杂，也因为自卑，所以我一直没有说给任何人。就这样2年。前年6月份毕业季，我们高2，我们听着满学校的学长笑声爽朗，看着学姐们群群飞扬。我问我悄悄喜欢的那个人，毕业的时候你穿什么？他指着人群里西装笔挺的一位男孩子说，明年穿西装。于是那年他的生日，我送了他一条领带。去年高3我们毕业了，我花了很多心思在毕业那天穿什么，但最后只穿了简单的衬衣牛仔裤。他也没有按照那年跟我说的穿起考究的西装。我其实觉得挺可惜的，我很希望能看到他穿一次西装。他的脾气和我的秉性，注定我和他毕业以后也不会再有什么交集。能看到他穿西装的场合，大概只有他未来结婚的那天吧。我捧着夏季校服的 T 恤，拿着签字笔，找到我喜欢的老师、要好的同学，一路走来的他们，挨个让他们在 T 恤上签字。关系最好的几个人，我把衣服里子翻出来，让他们签在里头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坐在我们无数次并排坐过的地方，坐在校园里最大的树下，和身边的人侃侃而谈，仿佛今天和过去的那么多天一样，没什么不同。西北6月的阳光从不怎么繁茂的树叶间漏下，连风也燥热，而我也在突然之间原谅了他没有穿西装。到最后，我把夏季短袖 T 恤的里子翻出来，把缝上了校徽的位置递给他，要他签名。他好像觉察了什么，跟我确认，是在这儿吗？我的手开始微微抖起来，急急慌慌地让他闭嘴，快点签。旁边还坐着其他关系不错的男孩子。我在那短短几秒里承受着身边人的目光，心虚让我大脑一片空白。校徽所缝的位置是衣服左侧心口处。我是恨夏天的，西北的夏天没有海浪、沙滩、仙人掌。我的夏天有的是升学压力，被风扇吹开的假期作业。可从遇到他以后，我的夏天都不再难熬。因为有他，我的夏天变成了细碎的浪漫。夏天变成了相约一起去学校的路上，他说过的好困，和我带给他的冰镇苏打水。夏天变成了一个冒失的青年，骑车快撞到我的时候，他把我一把揽在怀里，以及那句带着责怪的你骑慢点儿。我想不是夏天变浪漫了，而是它就是我一年四季的浪漫，而我再不会有第三个
浪漫的夏天了。一个人暗恋另一个人好久好久，大概有10年左右吧。从进大学18岁就一起认识了，总以为会随着时间的过去，这份感情越来越淡，但是有时候恰恰相反，这份感情反而越来越浓。2个10年之间的联系很频繁，女生习惯叫男生哥哥，和男朋友分手的时候还和男生一起出去旅游过，关系有点暧昧。女生对这个男生应该也有好感，男生也曾多次半开玩笑地跟女孩子表白过，但是女生总是不当回事儿，或者觉得只是个玩笑吧。直到今年，男孩子再次跟女孩子认真表白了，女生对男生说：“你的表白在意料之中，又在意料之外。意料之中的是我在等你表白，意料之外的是没想到会这么快。但是女孩子今年在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，男孩子却创业失败了。不知道会不会给男孩子压力。女生想要的是一份稳定，所以给男生的是一个追求的机会。现在很忐忑，不知道这样是否能走下去，不知道压力会不会很大，也不知道能否坚持下去。夏天的风，就是一起去武汉时候可以依偎肩膀的欢喜，就是可以因为火车只有1个座位而抱着3-4个小时的不知疲倦。夏天的风也是最后的机会，过了这个夏天，就真的不知道以后怎么样了。所以这个夏天应该注定不平凡。我和男朋友都不喜欢夏天，天一热，我们2个就会变得很烦躁，不想说话。所以我们每次约会都会找一个有空调的地方，商场、地铁站，那种闷热一下子转换到凉爽的感觉，我们都会相视一笑。去年暑假，我们攒钱租了一个插间，没有空调，没有风扇，走廊全是蚊子，都不敢开门，热到想哭。但是我们2个在一起就好幸福。我会挑一块最好的西瓜，2个人手牵手回去，在楼下买我喜欢的可乐，居然还有扫码得奖。那个夏天我们连续买了好几瓶。楼下还有一家超级好吃的烧烤，旁边还有蜜雪冰城，买了我最喜欢的冰淇淋红茶，回去一起追剧吃饭。吃完他点蚊香，我们2个抱在一起睡觉，虽然浑身是汗，但是好幸福呀。夏天的傍晚，空气是热热的，不知道是因为气温，还是因为有他在身边，总是会不自觉的脸红，总会想到20年的夏天。那时候总是一起看日落晚霞，在江边挽着手，吹着晚风，慢悠悠的散步。黄黄的路灯映在江面上，像散落的星星。喜欢侧过头，偷偷看着他，听他认真的和我说话，或许眼里也像星星在闪光。走累了，枕着他的手臂，躺在草原上，一起看星星，看月亮，感受掠过身旁的风，渐渐凉爽。现在想起来，还是觉得那是很美的画面。后来那年夏天过去了，我们也渐渐越走越远。再后来，他结婚了，那个夏天就永远的回不去了。
人生最美好的夏天是2019年的夏天，我去了乡村支教夏令营。我们10几个人坐了一夜硬卧，在凌晨抵达小县城，辗转公交车，村小校长的5菱宏光，抵达尘土飞扬的学校操场。学校很小，只有3个水龙头，一个旱厕，一间有空调的办公室，一间因为我们而新装了空调的教室，还有一辆为我们准备的电动3轮车。几年过去了，我也无法记得我们在社会实践报告中所撰写的内容了，但我记得那时候的生活。我们从学校对面的小卖部买了很多馒头，阿姨可能也震惊，这些年轻人怎么这么能吃。那里的桃子好好吃，而且很便宜，当饭吃都不为过。我们总是浩浩荡荡闯进店里，那些停留在记忆中的零食一扫而空。我们离开学校的那天是一大早走的，阿姨拎着一大袋水果塞进校长送我们的3轮车。我们开着荔枝星牌3轮车去镇上的超市买了好多零食，那是我们半个月里唯一能接触到的大卖场。尽管里面卖的鸡尾酒是 RQ 牌，雪碧是雷碧。我们在傍晚的田间散步，一直走到了隔壁那个县。我们在月光下用3根水管洗澡，我们在苍蝇堆里抢馒头吃。我真的好怀念那个夏天，多团结的队伍，多可爱的小朋友，多简单的生活，多晴朗的日子啊！每个人回忆的夏天都是那些闪光的片段，因为成为了回忆，就有种仿佛经历梦幻般的感觉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其实我的夏天都是很平凡的。我一直希望在夏天去做一件自己从不敢做的事，去冒险和挑战。其实关于夏天还有很多的碎片，每个人心中有一样的，也有不一样的，有那专属于你自己的浪漫。不管怎样，夏天来了，我们无法确定经历过的某一个夏天就是最棒的，因为总还有下一个。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好好书写，这就是对四季最好的回馈。晚安啦，节目结束了，夏天刚刚开始，期待着这个夏天有更多更好的梦。